你媽的！ 上輩子快嘎前，我向天道許了轉世心願，可在睜眼，我居然變成了一個還在吃奶的女娃娃。我堂堂一代最強魔尊，就這麼水靈靈的被耍了。此時，我正被一個自稱爹爹的男人抱在懷裡，娘親在旁邊笑得合不攏嘴。我家囡囡將來定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兒。美人，誰要變成美人？ 而等爹娘走後，我第一反應就是探查這具身體的資質。畢竟前世身為最強魔尊，哪怕轉世成為了女娃娃，體內沒點修為可不行。好在擔心是多餘的，我上輩子靈魔雙修的基礎還在。我剛想運轉靈力和魔氣試試，沒想到娘親殺了個回馬槍。我反應極快，可還是被她瞥見了飄在半空的衣角。這孩子剛才是不是飄了？我立馬放聲大哭，裝出受了驚嚇的樣子。娘親果然以為是錯覺，沒再多問。然而下一刻，屋外就傳來噩耗：魔紋獸攻城了。娘親嚇得臉色慘白，抱着我撒丫子就往密室跑。我卻莫名激動起來，來吧，這些妖獸 遲早都是我修行路上的墊腳石。等到了密室，我才發現這裡早已躲着3個人，是姨母帶着我表哥蘇笑和表妹蘇瑤。看樣子我們家是修仙界的名門旁支，可眼下面對魔紋獸，伊托三的母親不敢輕舉妄動，只能寄希望於宗門大能擊退強敵。我悄悄觀察，發現2隻魔紋獸的顏色不同，實力也有差距，感受到他們體內澎湃的魔氣，我差點笑出聲。這魔氣對別人來說是威脅，可對我來說可是大補。我激動的想去一決勝負，可在其他人眼中都以為我是被嚇傻了。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現在還是個娃娃。表哥蘇笑想衝出去，卻被姨母攔住。你是天靈根，是家族的希望，不容有失。娘，這都什麼時候了，我怎能苟且偷生？可話音剛落，密室的門就被轟然撞碎，一隻魔紋獸闖了進來，虎視眈眈地盯着大家。娘親把我和表妹往表哥懷裡一推，我來拖延時間，你們快跑！可蘇笑卻放下我們，擋在了娘親身前。只可惜蘇笑現在還是太嫩，沒幾招他就和娘親一起被打暈在地。而就在這生死關頭，我慢悠悠爬了出來。 臨終前，我向天道許了轉世心願，可在睜眼，我一代魔尊竟變成吃奶女娃，妖獸襲城，無人能擋。危急關頭，我只能挺身而出，爬了出來。沒錯，我就是爬出來的。別看我是嬰兒身，前世今生底子遠超常人。魔紋獸怒吼着朝我撲來，我眼神一凛，隨即抬手一記靈力彈，魔紋獸直接化為飛灰。突然，旁邊傳來一聲驚呼，我轉頭一瞧，蘇笑不知何時醒了，正捂着胸口，瞪大了雙眼。不過下一秒又暈了過去，我這才鬆了口氣。等他醒了，估計會以為是長夢吧。那天之後，所有人都以為是蘇笑擊退了魔紋獸。不過這正中我下懷，扮豬吃老虎，沒人會想到我一個嬰兒能有如此實力。靈魔雙修才是我縱橫修仙界的專長。一晃8年過去，我考進了宗門，還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每天對着鏡子發呆，心裡卻樂開了花。一想到以後會成為絕世美人兒，我就更加興奮。前世我一直想要個這樣的女兒，奈何每日沉迷修煉越級戰鬥，沒有機會。如今也勉強算是圓夢了。只是我每天孤芳自賞，落在別人眼裡就成了自戀。娘親為此頭疼不已，姨母卻笑着說：“這麼可愛，被自己迷倒很正常。”這天宗門舉辦試劍大會，說是為了提升新弟子，還特意喊來了內門弟子一起切磋。這其中就有長老的兒子趙大，此人看着唯唯諾諾，實則卻囂張得很。15歲的年紀，卻練就一身陰損打法。內門的人個個被他打得毫無還手之力，而我卻一眼看穿了其中貓膩。這家伙是偷偷使了能讓對手靈力滯緩的迷魂術，這才能屢戰屢勝。劍宗裡一群只知道修道練劍的偽光正派，哪裡看得出這種邪魔外道？但擱我面前玩陰的，這小子還太嫩了。偌大的內門，一個能打的都沒有嗎？狂妄，下手如此狠毒，這同門情誼於何地？面對趙大的囂張，表妹蘇瑤氣得直跺腳。趙大卻站在鬥舞台上不屑一顧。這家伙和蘇笑都是15歲，但卻領悟了15歲難以領悟的裝備技巧。從這種層面來說，趙大確實是個天才。就在此時，趙大一劍朝蘇瑤刺去，我身形一閃，僅用2指便穩穩接住了劍身。蘇笑見妹妹被偷襲，剛想上前理論，趙大卻更囂張了，手下敗將也配插嘴？還有你這小妞也敢來送死？明明是長老請內門弟子過來給新弟子樹立榜樣的，現在台上卻變成了他趙大一人的獨角戲。蘇笑還想要出手，我卻一把拉住了他。哥，別直視他的眼睛。我本是一代最強老登，卻意外轉生成了一個小女娃。本着扮豬吃老虎的原則，我低調行事了8年，卻不料在宗門大比上，竟被炮灰看不起，找起了麻煩。表哥蘇笑要替我和表妹出頭，我連忙一把拉住了他。哥，別直視趙大的眼睛。其實避開迷魂術的方法很簡單，只要不看就行。蘇笑雖疑惑，但還是照我說的做了。戰鬥一開始，蘇笑就只盯着趙大的腳下，他本就是個劍術天才，光憑腳步也能判斷趙大的行動軌跡。如今不受迷魂術影響，趙大瞬間沒了招架之力。可沒想到趙大竟使用暗器，單純耿直的蘇笑一個沒注意便中了招，趙大立刻抓住機會反擊，不僅贏了比賽，還不忘貼臉嘲諷。大名鼎鼎的天靈根也不過如此。全場一時間鴉雀無聲，無人再敢出頭，我只好緩步上前，一劍直指趙大。我來陪你玩玩。我以為自己威風凜凜，可顯然如今這副樣子實在沒什麼說服力。趙大嗤笑一聲：“小毛孩，回家喝奶去吧。”對他來說，打我這個小丫頭只會被罵勝之不武，屬實虧了。我早有所料，冷笑着靠近他耳邊低語：“你也不想你使用邪術的事被曝光吧？還請師兄賜教。”
笑。臭丫头，是你逼我的，輸了可別哭。趙大臉色大變，雖然還在嘴硬，但我話說這份上，他只能應戰。戰鬥一打響，趙大就使出了迷魂術，我站在原地閉上眼，所有人都以為我被嚇傻了。可事實上，這些攻擊我只需抬指就可抹去，但這太無聊了。於是就在劍光即將刺中我的那一瞬，我終於動了，手腕一翻，一個漂亮的劍花掃過，對方鋪天的劍氣瞬間消失殆盡。眾目睽睽下，我僅憑最純粹的劍術基礎就秒了趙大。我嫻熟的架勢讓眾人呆愣當場，最驚訝的莫過我的爹娘，他們平日裡可沒見過我練劍。趙大徹底慌了，看向我的眼神仿佛懷疑人生。他攻擊越來越猛烈，卻全程連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最終我不耐煩的一腳將他踹倒在地，他再也爬不起來，只好認輸賠罪。這下子全場嘩然，我看着台下優雅的拱了拱手，為這場天才秀行了個謝幕禮，心裡不禁暢想：我龍傲天回來了。我本是一代最強老登，卻意外轉生成了一個小女娃。為了扮豬吃老虎，我煞費苦心，但因一場宗門比試暴露了劍術天賦。好在我全程隱匿修為，連後來宗門對我進行靈根2測時，都立足了武靈根太雜，無法精進的廢柴人設。眾人嘲笑我是個只會耍劍的傻子，我卻樂得潛心修煉，不被打擾。可這樣的寧靜日子還是被打破了，只因有人居然要納我做妾。15歲這年，我已長成窈窕淑女，表妹蘇瑤卻依舊平平無奇。每當和我站在一起，她都說自己像是個陪襯的綠葉，可我只是笑笑。只有我知道，有時候美貌對一個人族女子來說未必是好事。今晚我們来參加一場特殊的晚宴，其特殊之處便在於，聽說這次竟有仙族出席。世界最早被混沌之氣一分為二，仙族居上界，人族居下界，兩界相交的界門生有妖獸魔物，會不定期形成獸潮，為禍人間。而凡人修仙意圖漫漫，之所以能不受侵害，就是因為仙族提供了功法和靈氣與之交換，人族則提供大量資源作為回報。但仙族很少親臨下界，這次參加晚宴倒是稀奇。就在我琢磨背後深意時，卻突然感到氣氛不對，因為整個晚宴的人好像都在盯着我瞧。都是漂亮惹的禍啊！我連忙讓蘇瑤擋住了其他人的視線，尤其是那些不懷好意的臭小子。突然，人群一陣騷動。表姐，仙族使者來了。哎，怎麼有點眼熟？我竟不知表妹還去過上界，見過仙人呢。我抬眼看去，就見一個家伙邁着四方步走了過來。我突然笑出聲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還真是老熟人啊。我本是一代最強老登，卻意外轉生成了一個小女娃。15年來，本想扮豬吃老虎，清清靜靜修煉，誰知竟有人非要納我做妾。晚宴上來的這位仙族使者不是別人，正是幼年時被我打敗的趙大。不知怎麼搖身一變，竟成了仙族。幾年不見，他這裝備的功夫見長了。雖然不知道趙大怎麼連種族都變了，但他額頭的仙痕卻是實證。人族入仙級，估計是趙長老把這些年從宗門裡貪圖的油水都貢獻，買來這麼個位置。雖然付出了全部財產，但非常划算。在仙族眼裡，凡人就是螻蟻。果然還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聽到趙大在這大放厥詞，我完全不感興趣，心裡只有對修仙晉級重回巔峰的向往。但趙大卻說得來勁，許久不見，你這個小丫頭倒是長得越發水靈了。你一個廢柴，還有什麼修仙的必要？不如從了我，還算有些價值。在趙大的眼裡，他當年會輸給我，完全是場意外。我一個只會耍劍的廢物，怎麼能和他相比？就在火藥味正濃時，表哥的好友許杰卻突然站出來解圍。有新鮮事兒，妹子要不要去瞧瞧？難道說是有什麼靈氣降世？沒錯，靈氣達到一定層次就可以化為人形。我實在好奇，立刻不再與趙大計較，請許杰帶路。畢竟不好辜負他的一番好心。要知道，仙族與人族的交易看似平等，可實則對方一直掌握着下界凡人的命脈。如今大部分高品靈氣只有仙族能夠制造，修仙者若無強大靈氣輔助，體內靈力也難以得到完全發揮。所以啊，有時還是討仙族開心比較好。許杰拿自己為例，說自己甚至可以為此忍辱負重。此言一出，我還沒什麼反應，一旁的蘇瑤卻忍不住了。如你這般的首席弟子，乃是大家修行的榜樣。如果有能力的人都這樣，這世道還讓普通人如何自處？聞言，許杰只能尷尬一笑，用開玩笑敷衍了過去。而此時我的注意力卻全然不在他們身上，視線完全被不遠處的美少女吸引了。原來那就是幻化人性的究極靈氣，名字叫靈兒。許杰開始介紹我和蘇瑤，不料剛說到我是蘇笑的妹妹，他就結結實實挨了靈兒一巴掌。這一幕屬實打得眾人措手不及。就在想着許杰做錯了什麼的時候，突然大廳裡卻傳來了一陣驚呼，居然有接待仙族的女弟子遇害了。我本是一代最強老登，卻意外轉生成了一個小女娃。本想扮豬吃老虎，清清靜靜參加個晚宴，誰知竟冤家路窄，遇上了個不做人事的禍害。女弟子的離世是趙大幹的，他不僅毫無悔意，還十分果斷地承認了。誰讓他這麼不識好歹？原來趙大想讓接待的女弟子侍寢，可沒想到對方居然敢拒絕，他二話不說就給刀了。其罪名是招待仙族不周。許杰，你來得正好，快來勸勸你門內弟子識相點。就在眾人左看右看，不知如何是好時，我站了出來。我自然不是什麼聖母，只是按照大這睚眦必報的性子，又是那一家的仇，他不可能不報。與其被動躲避，不如主動出擊。趙大，我真是看不慣你這欺男霸女的樣子。哼，別以為你贏了我一次就可以對我指指點點。
點了，現在我命令你給我侍寢。好啊，想讓我跟你走可以，但不許傷害我的家人。成交，一會兒記得洗乾淨，去房裡。趙大萬萬沒想到我這麼痛快答應，感覺自己連走路都洋溢着種輕飄飄的快感。我盯着他遠去的背影，眼冒寒光。而在簡單梳洗打扮後，我如約來到了趙大的府邸門前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他腦子裡塞的是什麼。我咬着後槽牙，今晚我就要讓他知道誰才是爺。然而還沒等我進去，灵兒竟然出現了。快逃吧，你是蘇笑的妹妹，我不能讓你受此折辱。女孩子要好好爱惜自己，之後的事我會負責。真不知道表哥和这灵兒到底什麼關係，只是我今晚定要辜負他這番好意了。見我依舊冥頑不靈，靈兒打算直接用武力強行把我打暈帶走。什麼？你要和我比試？我立刻興奮起來。自轉身後，我一直沒機會與真正的強者一戰，現下正是絕佳的好機會。事不宜遲，出手吧。聞言，靈兒直接就是一愣，估計是覺得我腦子不好，本來還想收着力氣，怕傷到我，誰知我一個抬手就給他掀飛了。你明明是個武靈根，無法精進的廢柴，怎麼會這麼強？我沒解釋，動作越來越快，幾招下來，我越打越興奮，完全顛覆了靈兒的認知。別停，我只是個弱女子，快放馬過來。聽到我的催促，靈兒卻反而不想再打了，這讓我瞬間沮喪。哪有打架打一半的？我當即就跪求靈兒繼續打我，但靈兒卻信念堅定的收劍了。是我莽撞了，你很強，不需要我的保護。你不是想去侍寢嗎？想去就快去吧。他不再阻攔，我卻悔恨不已，早知道就收着點了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道雷電忽然劈了下來，目標赫然就是遠處的靈兒。他猝不及防被命中，幸好傷不致命。靈兒看着術法的留痕，瞬間皺緊眉頭。許杰，背後陰人算什麼英雄？快給我滾出來！伴隨一陣輕快的腳步聲，一道人影從身後的小樹林裡走了出來。哎呀，沒想到還是被發現了呢。我震驚回頭，許師兄，這家伙原來是反派，來人正是許杰。此時他正笑眼盈盈地看着我，還向我保證別怕，我是不會讓仙族傷害你的。原來許杰早已叛離宗門，改入滅仙門。正如其名，這是個意圖反抗仙族的游擊組織，他們的目的就是奪走被仙族壟斷的功法和靈氣制造，從而讓人族在獸潮來臨之際也能擁有自保之力，屆時再也無需向仙族匍匐作小。而此行許杰的目的除了救我，再就是吸納靈兒這個頂級靈氣。你們可願和我一同加入滅仙教？呸，說得好聽，誰知道你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什麼？靈兒一邊狠狠地唾罵着，一邊將我往後拉，像是對許杰的信口雌黃很是不齒。我自然也拒絕了许杰的邀請，原因很簡單，只因這樣我就有正經理由能和許杰打一架了。可當我把這話說出口，空氣似乎都沉寂了幾秒，他們都沒想到這麼個如花美少女背地裡竟是個修仙戰鬥狂。雖然有些奇怪，但許杰也只能接受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別怪我不留情面了。許杰手裡有不少上品靈氣，其中蘊含無窮威力，關鍵時刻還會自爆，務必要小心。然而靈兒終究是白提醒了，她話音剛落，我就衝上去一套又一套劍法猛猛刺去。果不其然，在我的窮追猛打之下，靈氣開始自爆，靈兒緊張的心都快跳出肺腑。可沒想到，等煙霧散去後，我不僅毫髮無傷，還一副游刃有餘的樣子。啊，這次可算是打爽了。我愜意地伸了個懶腰，然而一道魔音瞬間入耳。誰讓你去近戰啊？我的意思是讓你遠程攻擊啊！靈兒崩潰的在原地哀嚎，我只好尷尬的表示歉意。但我這樣更快，僅僅只花了2秒半，那些寶貴的不行的仙兵靈氣就成了一堆破銅爛鐵。接下來就該輪到許杰了。見到我這般輕鬆，作為對手的許杰半天回不過神。一個小丫頭為何實力如此逆天？他覺得我定是吃了什麼丹藥，雖可以短暫提升實力，但這種狀態肯定無法維持太久。雖然許杰只是瞎猜，但過程錯誤，結果正確。這副10幾歲軀鞘確實限制了我體內的力量。許杰這是打定主意要和我玩持久戰，他還想繼續召喚靈氣，不料卻被我一個飛腳打斷。都知道你是法師了，怎麼可能還讓你繼續？我飛身上前，一腳就對準許杰身下某處要害，把他踹得找不到北，不給他一點還手的機會。但就在我剛結束戰鬥時，意外卻發生了。表妹蘇瑤突然從趙大的府中衝出，在他身後還緊跟着一隻魔紋獸。我來不及多想，立刻100米衝刺到魔紋獸面前，直接一拳將他暫時擊退，而後便詢問起蘇瑤為何會出現在這裡。原來表妹是擔心我出事，才打算先偷偷去訓斥趙大一頓。可沒想到剛潛入進去，他就發現對方一副渾身疼痛的樣子，緊接着好好的人竟變成了魔紋獸，人族轉化成妖獸的情況聞所未聞。而這時半殘的許杰卻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滅仙門特地從界門禁地採取妖獸精血凝成秘藥，雖然對人族沒用，但仙族喝了卻會變成魔獸。原來是他幹的。許杰不再多言，趁亂要逃，而我再沒有閒工夫管許杰。當務之急是先解決趙大，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一擊秒殺。只是我雖然有個實力強悍的大招，但在這裡使用卻會波及到其他人安危，除非把魔紋獸弄到無人之處。可我剛想行動，宗主卻帶着一眾支援的弟子趕了過來，我無意當眾暴露實力，於是靈機一動，計上心來，我迅速牽起靈兒的手，拽着她躲過魔紋獸的攻擊。下一秒，我便趁亂在空中和她一起全力朝魔紋獸踢去。魔紋獸被順利踢出了城牆外，還沒等眾人反應過來，我便圍着靈兒一頓吹跑，緊接着就拉着她離場，直奔城外。一頓操作行雲流水，靈兒一臉好奇：你剛剛為什麼要把功勞全推到我身上？我一個武靈根還這麼強，被別人知道肯定會引發混亂的。雖然話是這麼說，但我其實心裡想的是，他們根本不懂扮豬吃老虎的快樂。
沒辦法，這位修仙者超強，卻過分謹慎。眼見四周再無旁人，我也不再藏拙，直接一個蓄力把魔紋獸秒得渣都不剩。這次事件後，所有功勞自然是算到了靈兒頭上。我樂得自在，又快樂地度過了4年的平靜生活。轉眼便來到了18歲，我和蘇瑤已經到了下山歷練的年紀，是時候大展身手了。第一次下山歷練，我和表妹被派去流光宗交流學習，路途遙遠，可沒想到剛出門不到10天，我們的盤纏就已經所剩無幾了。只因我和蘇瑤每天趕路實在太累，一天能吃8頓，眼見連最後一個子兒都要用盡，我們只能在途經的鎮上接了些除妖的委託。鎮長對我們報以熱烈的歡迎，一口一個大師親切地喊着。為了攢路費，第2日我便和蘇瑤來到被妖獸侵占的區域，我將神識放出，稍作估算，發現這個小鎮方圓30里，少說也藏着100來隻妖物。難怪那個鎮長對我們那麼殷勤。好在於我而言都是雜魚，被妖獸團團包圍下，我打算放個大招，直接掃蕩清空。然而不出意料，還是發生了意外。我口中術法才念到一半，就被人打斷。一個紅髮少女從天而降，都退下，讓我來。怎麼回事？還有搶怪的呢？我2眼瞪了過去，卻意外在對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氣息。這靈力波動竟和靈兒一樣，是神品靈氣化人，能遇見和靈兒一樣的氣靈天花板。我的戰鬥之魂又熊熊燃燒起來，我提起劍就衝上去刺。紅毛還以為我是哪裡來的炮灰，然而我一劍便挑斷了他的一截長髮，還並未使出全力，只為能挑起对方戰意。果不其然，頭髮是每個女孩子最為重要的寶藏。下一秒，紅毛就陷入了狂暴狀態，手持一柄長槍，狠狠朝我襲來。小賊，受死！紅毛少女對我殺招百出，卻被我用反复橫跳的矫健的身法完美閃避。這怎麼可能？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進一步加快了刺槍的速度。然而她刺我躲，我躲她刺，直至我不斷拉近距離，一個閃現到她面前，一記猛拳就直接捶了過去。紅毛少女反應過來時已晚，竟結結實實挨了我一拳。我心頭一顫，剛剛那一拳我不小心用了2.5%的實力，但所幸對手沒有嘎。神品氣靈果然名不虛傳，紅毛少女被迫退至牆角。你到底為什麼要阻止我殺妖獸？这群怪可是我先看上的好嗎？是我的。我這副如同菜市場挑肉般的表情深深刺激了紅毛，他深吸了口氣，將長槍刺入虛空。下一秒，只見槍頭居然詭異地來到了我的身邊。還有這種招數？我的眼睛頓時瞪得閃亮，眼裡沒有對未知的恐懼，只有對新招式的向往。你完蛋了！呵，我從喉嚨深處擠出一聲悶笑。等了多久才有如此有意思一戰？我熱血沸騰起來，終於有了上輩子大殺四方的快感。看準機會，我迅速抓住了對面的武器，一擊 KO。雖然紅毛有點意思，但面對隱藏實力的我，仍不足為懼。無敵是多麼寂寞！我站在懸崖邊上，感受着自己睥睨天下的雄風。為什麼不殺我？紅毛爬起來，問出了各大話本名場面的經典句子。就在我決定按套路說出“我從不殺女人”幾個大字時，蘇瑤卻忽然闖了進來。表妹剛清完外圈的妖獸，準備來和我會合，卻沒想到紅毛竟然再次發難，直接眼疾手快地把表妹抓了起來當人質。放了我，否則他就完了。你要走就趕緊走，要是再敢對我表妹動手，你就真沒命了。見狀，我非常淡定，雙手一攤，仿佛擺爛，目光卻透出不善。紅毛一聽就知道我沒在開玩笑，連忙收了槍，奪路而逃。很快，我們將附近妖獸都處理乾淨，委託順利完成。我和蘇瑤都收到了一筆可觀的報酬。鎮長為了感謝我們，還特地在鎮上為我們專門舉辦了答謝宴。晚飯後，他把我們帶到了一處隱秘之所，又傾訴起了這個小鎮的秘密。原來這座城鎮曾是上古某位大能仙士的地方，只是時過境遷，小鎮竟意外形成了個詛咒。此地風水自成一氣，會不斷吸取人體的先天靈氣，而到達一定程度後，就會讓這片小鎮與大地分離，飛向上界。這應該就是以前的人搞出來的邪門飛升法子吧？我心裡暗暗想着，靠這種方法去到上界，跟正經修煉飛升完全是兩回事。雖然到時候小鎮就自動歸為仙族領地了，但城中居住的百姓恐怕無法在上界立足。幹這事的大能當真害人不淺。鎮長請求我們幫忙尋找解咒之法，可我不想做決定，就讓蘇瑤看着辦。經過一番討論，我們還是決定相信鎮長的話，當做好事攢功德。片刻後，我和蘇瑤都回了房間。事情本該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轉變，可凌晨時分卻忽然傳來噩耗，鎮長竟不知何原因意外變成了魔紋獸。我頓時就想起了幾年前許杰的事，當時就是滅仙門制作了一種秘藥，說是人類喝了沒事，仙族喝了卻會變成魔紋獸。此情此景，與當年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原來鎮長竟是仙族嗎？我來不及思考更多細節，對面屋頂就傳來狞笑。原來給鎮長下藥的是他身邊的侍從，他的女兒就是被仙族殺掉的，所以他做這些完全是出於私人恩怨。所有的仙族都該死。然而這侍從還沒開心多久，就被化為魔紋獸的鎮長一爪子拍飛了。這時附近的修士都發現了這邊魔紋獸的異動，紛紛御劍前來打算支援，我卻站了出來，讓他們先去疏散小鎮百姓，這裡就交給我來解決。我讓蘇瑤在一旁遠程輔助，自己則提起劍朝魔紋獸全力衝去，打算來場1對1的單挑。可天邊傳來一陣巨響，我剛想控制住失控的鎮長，一把長槍直直刺穿了魔紋獸的背。
住手！原來是紅毛又回来了，他见小镇有異樣，就打算回来幫忙。我趕緊按住了紅毛接下來的動作，總覺得鎮長還能再搶救一下，現在還不是消滅的時候。這時，一個神秘的斗篷人走了出來，自稱是滅仙門的門主。他解釋這次的事純粹是那侍從自作主張，滅仙門無意讓無辜的百姓受傷，這才決定來現場幫忙消滅魔紋獸。可紅毛這個衝動少女根本不信他那套說辭，直就衝了過去，一槍刺出，二人迅速纏鬥在一處。他逃，他追，我也追，我連忙趕了上去，想阻止爭鬥。可沒想到那門主有點東西，竟直接接下了我的一記猛錘。這世上竟還能有人毫髮無傷接下我的拳頭，我心中頓時升起一股無法言語的興奮。可我清楚現在不是交手的時候，於是大喝一聲，按住了暴走的兩人。另一邊，失去理智的鎮長攻進了家門。慶幸的是，3個孩子的聲音將他短暫喚醒，魔紋獸的意識稍稍淡化。鎮長倍感自責，打算自盡，幸虧被我的一抹劍氣攔下。鎮長氣得瞳孔泛紅，就這樣讓我一了百了，不好吗？不急，我還有一個辦法想要嘗試。我摆了摆手，隨後看向滅仙门門主，給個面子，旁邊歇會兒。門主樂得順水推舟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他現在並不想和我交手。就這樣，我開始實施我的計劃。蘇瑤和紅毛遠程吸引鎮長的注意力，而我則在遠處布下大型符陣封印鎮長。我運轉丹田，調整全身狀態，準備發動陣法。結束吧。下一秒，萬千寒針從天而降，將魔紋獸徹底封印，凍成了的冰雕。問題雖然解決了，但面前這個大型手辦如何帶走，着實有點讓我難辦。滅仙門門主看出我的心思，揮了揮手，只見一道白光閃過，剛剛還巨人一般的魔紋獸，頓時就變成了單手可以握住的大小。片刻後，門主和紅毛便紛紛離開了，他們要去破壞這鎮上大能遺留下來的遺跡。按照約定，我也不再阻攔。第二天，我和蘇瑤再次啟程，一同去往交流的門派。誰知路上鎮長身上的冰竟然融化了，它變成了個小獸的形狀，但屬實讓我有些頭疼。這玩意兒可愛是可愛，但是要总往我衣服裡鑽啊！显然下山歷練的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。這天我正在斬殺一隻妖獸，可剛準備動手，卻被一個紫毛搶先了。去了紅毛，又來紫毛，真是夠了。誰搶我人頭？我環顧四周，一個美女衝到我面前，霎時將我保護了起來。你一個毫無靈氣波動的廢柴，跑出來送死幹什麼？快躲我身後！我還想解釋，但緊接着一大批妖獸襲來，紫毛無心聽我說話，又衝進獸群裡戰鬥起來。嚯，原來他也是個小天才。紫毛竟是個變異雙靈根，如今修為已達築基後期。一道凌厲的劍氣劃過，地上的妖獸便躺成一片，見空中還有幾只高階的鳥獸盤桓。我騰空一躍，邁着大長腿就跳到了鳥背上。難得有個漂亮妹子，正是我結交的好機會。我本可以一招解決鳥獸，但這次卻特地放水了，一下下把每只鳥踹到地上，再讓紫毛補刀，簡直配合完美。就這樣，所有妖獸都被我們處理得一乾二淨。這時表妹也趕了過來，紫毛介紹自己名叫許玉，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可得知表妹叫蘇瑤後，許玉整個人劇烈顫抖起來。你是劍宗第一天才蘇笑的妹妹？表妹好奇許玉怎麼認識哥哥，可許玉卻反倒支支吾吾，只是見過幾次罷了。話音未落，忽然又有幾個修士走了過來，原來是為了感謝我們除妖，想送我們一些零食。表妹剛要激動起來，然而領頭的修士卻厉聲道：“這零食沒有許玉的份，我們不歡迎背叛者。”原來許玉就是許杰的妹妹。雖然許杰也曾是修仙界年輕一代的翹楚，但自從他叛逃，現在許家人都是人人喊打的存在。表妹聽了卻有些沉不住氣了。先不論事情真假，至少许玉是無辜的啊。蘇瑤還在打抱不平，沒想到又來了一对男女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我的表哥蘇笑。今天是什麼黃道吉日，都趕在一起了。我已經有幾年沒見過蘇笑了，如今他也成了那門首席大弟子，和我這外門弟子雲泥之別。表妹一個猛撲就跳到蘇笑懷裡，他還在撒嬌，蘇笑的視線卻轉移到我身上。是傲天啊，真是漂亮呢。他那臉紅心動的表情，讓我不僅生出了人生一大錯覺，蘇笑該不會喜歡我吧？哦呀，真稀奇，鐵樹也要開花了呢。我的遐想被一旁的貓兒女打斷了。貓女名叫檀溪，不同於妖魔，她是靈獸修煉化形成人，這是蘇笑這個級別弟子的特殊夥伴，是極為稀有的存在。隨後我們一行人來到餐館，得知我懷裡的是隔壁城鎮的鎮長，卻是個隱藏的仙族後，許玉有些好奇，沒想到仙族能變成魔紋獸的傳說是真的呢。緊接着他便講起最近江湖上的新傳聞，明明最近不是界門鬆動的時期，可邊境一帶卻時常有妖魔作祟，非常奇怪。蘇笑表示自己知道一些內幕，聽說是界門沉睡的魔主要復甦，因此最近頻繁傳出異動。檀溪立刻接話，說自己幾十年前親眼看過魔主降世時的情景，那場面可怕至極。可我的關注點卻不在這。幾十年，我下意識嘀咕着，檀溪卻笑着解釋，其實我已經是個老婆婆了。我眉頭一挑，默默在心裡補充，那這麼說我也算老爺爺了。不過這什麼破魔主敢跟我這個上任魔尊搶稱號，還不如讓我來對付。大致情況我已經了解了，但是魔主復甦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管吧。就在我的戰鬥魂又要熊熊燃起時，好在蘇笑過來喊走了檀溪，他們還有任務在身，不能停留，只能遺憾道別。這倒便宜了我和表妹，可以借他們的仙鶴趕路。告別表哥一行人後沒多久，我和蘇瑤終於來到了目的地流光宗。今天正好趕上1年1度的入宗儀式，熱鬧非凡。更值得開心的是，在交流的修士中，我還看到了許玉。只要我們在此地待上1年，之後去哪都是這片大陸備受矚目的高級修士。正當我喜滋滋暢想時，流光宗宗主走了過來，看樣子是打算給我們這些新來的交換生先立個下馬威，來一場抗壓測試。我定睛一看，那宗主神隱內斂，看着平平無奇，可實際卻是化神期高手，好厲害！我心裡感慨着。
宗主卻已輕輕拍手，宣布測試訓練正式開始。地面上瞬間升起一個圓台，還沒等我們反應過來，一股強大的威壓便壓得每個人跪倒在地。當然，除我之外，這是高級修士對低級修士的天然壓制。然而事情還沒結束，下一秒又有3隻巨大的妖狼從身後小樹林裡跑了出來。這是我為你們準備的見面禮，好好享用啊！流光宗主站在圓台外，笑得合不攏嘴。他承諾，只要有人能堅持10分鐘不掉到場外，就可以免費吃1個月的宗門食堂。免費嘛，這2個字深深觸動了我的內心，我頓時心潮澎湃起來。1、2、3，隨着我一拳一掷，3隻妖獸不過1瞬就被我全部打倒。宗主徹底懵了，他僵硬地擦去額頭上的汗，試圖蒙混過關。剛剛是試驗，現在才是正式開始。這宗主好生狡猾，不過為了那1個月的飯，我忍了。測試再次開始，宗主又加大了威壓，召喚出了3匹更加強壯的妖狼。所有弟子都被趕頭大。当時間只剩下2分鐘時，除了我還在到處溜達，在場竟只剩下5個人。表妹和許玉先不說，留下的還有一個金毛和一對被妖狼纏上的道侣。聽旁人說，他們關係一直很好。可就在這危難時刻，那女子卻毫不猶豫地將男人推了出去。而另一邊，就在金毛決定拼死一搏時，宗主卻又再次加碼，最後1分鐘，威壓要加倍哦。話音剛落，蘇瑤和許玉就直接趴跪在地，再也動彈不得。其他人也被妖狼甩出了場地。此時唯有我留在台上，一臉輕鬆。就這麼，這點威壓對我根本不起作用。此時我滿腦子都是各種菜名，臘腸、燒鴨、烤鵝，簡直想想都讓人口水直流。伴隨着我幾腳將妖狼踹飛後，在場所有人都開始議論紛紛，誇我厲害，我欣然接受；可誇我可愛，還是算了吧。宗主顯然沒想到，居然還有人能在台上，只好有些無奈地舉起我的手，宣布了我是唯一的優勝者。傍晚，我便和表妹準備回屋，品鑑完我的免費伙食，可突然我卻聽到了一陣激烈的吵鬧聲。原來是金毛嫌棄許玉是叛逃者的妹妹，不願同她共住一個屋檐下。來和我們一起住吧。表妹直接拉起許玉的手，就往我們的房間走去。我滿意的看向蘇瑤，雖然她每天傻乎乎的，但有時候真的是神助攻啊。表妹主動扯開被窩，我們3個人一起睡吧。我頓時差點鼻血直流，這真是太棒了。